一个月给我5000块，我也没办法养一个小孩啊。你一个月给我1万块，我也没办法养一个小孩。其实不管加多少，都还是会觉得不够，除非他是加到完全我们都不用缴。一个月一位小孩只有2500块，未来的4年我们要把它加到5000块。今年2月，蔡政府宣布育儿津贴再加码，从原本的每月2500元调升至每月3500元，2022年8月将再提高至每月5000元。撒钱救生育率，但新手爸妈真的有感吗？在基隆港那里的景点，然后还有公主游轮，你看你的还过度修，修图过度，对，有点假。他鼻音打超深。宋之凡和太太杨富伟结婚1年多，还没有小孩。像我们是没有在避孕的，如果有我们就生，没有我们也不会特地去做什么试管还是什么，不会。我觉得我们夫妻这样生活也很棒，有小孩很可爱也很棒，就是都可以啊。但对有小孩的日子对2人世界的冲击，夫妻2人倒是充满想象。尿布更可怕，就一天要换好几包，他们这样讲，所以他们都说如果要送就送尿布，他们会指定要尿布。于是补助不管可以加到多少，都不会是让宋之凡跟杨富伟起心动念更积极做人的理由。就觉得几千块而已啦，然后我会对生小孩的想象来说是花更多的钱，不是那几千块就可以解决的。对我来说是没有吸引力，如果要对已经有生小孩的人来说可能是有点帮助啦，但我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感觉。我放慢动作，网友应该没有。这个叫上胶，待会我们会把鞋面跟中底粘在一起，所以我才抹边边而已。原本我是叫我老婆去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变成自己受不了，然后就把工作辞了，然后自己去彰化，然后就学了这个高阶人才培训班。先生制鞋包装，太太负责经营社群网络销售，这间鞋店全靠夫妻2人打理。小小的一间店面，兼具住家功能，吃饭睡觉全在这里活动。因为基隆潮湿，因为房子也不好顾，40-50年其实那个水泥剥落什么都已经很严重了。但是你也希望在比较好的点嘛。那如果比较好的，像市区那一种，可能那个7-8千万破亿的都有。已经先成家，刚立业也不过4年多。宋之凡心里想的是，比起升格当爸妈，自己的收入快点稳定，政府如果多帮点忙，让他可以换房，跟育儿津贴加码相比，对他来说更实际。因为我们资本额低嘛，我们资本额就10万，对，我们去贷款一定贷不了。之前有想过要买房子，我们要买房，可是看房没有办法贷啊。现在我们还可以靠父母用一个房子，那我们要给小孩什么东西？现在我们都没有去养我们的父母，他们都要靠自己了。所以你在下一代薪水又这么低，我们以后有可能叫小孩养我们吗？也不大可能吧。3、2、1，战斗开始！拉到底！哇，你把我打到那边很凶哦。杨光伟5年前跟太太钟义君生下了宝贝儿子程程。一家3口加上杨妈妈住在新北市的土城。你最爱的人是谁？阿伯，还有叔叔，还有姑姑，还有妈妈，还有爸爸，还有补助加码这部分一定是好事啊！我觉得民众应该要去鼓励政府愿意说做加码的部分。有增加的话，应该还是有差吧，至少也可以多买一包尿布这样。对。晨晨，你等下骑慢一点，你要不要下来？我还可以搬得动脚踏车。下个月程程就满5岁了。依政府规定，杨家现在每月可领2500元的育儿津贴，但领完下个月也就没了。育儿津贴其实是到满5岁，它就已经没有了。那接着就是等到念大班的时候才会有就学的补助。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是这一波加码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，除非说他就学补助，他也会同等的会再加一点点。杨太太一家根本来不及感受到育儿津贴加码的幸福，而且程程念私幼，升大班才能领到就学补助，那还要等好几个月。这段空白期，小孩的开销却不可能马上中断。
注册费一学期19800，然后每个月会再需要缴月费。现在还有上课后才艺课，就是足球课，还有研托的费用加起来，一个月大概平均12000左右。它要加到有感的这个程度的话，那真的是要非常大的集聚。但是政府绝对不可能这样做。好，录好了。我想看。好，来看啊。哦，你撞到我的头了呢。每个周末天气好的时候，杨光伟和钟怡君都会带着儿子到公园玩。能够轻松的时刻真的不多，两人轮流陪小孩，夫妻也难得可以轮流放空。现在他已经渐渐大了，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可以自理，已经是我们慢慢要步入比较轻松的时间了。那现在要叫我再从头来过前面那4年那种育儿的经过的话，我会觉得没有那么想要。要让程程有一个弟弟或妹妹，育儿津贴补助加码多少倒是其次。钟怡君和杨光伟考虑再三的，不只是重来一次的勇气，还有不等人的时间。一方面就是年纪也已经有一点年纪了，觉得在生第2胎的话，对身体也是一个负担。很多的部分其实是你是必须要牺牲掉自己的时间，要花时间去陪伴，这才是我觉得会让我们考量的点。啊，这个小宝贝长得有点特别呀！天鹅妈妈看过来看过去，发现有一只不一样的宝宝。前额有个每天晚上，钟怡君都会在床边讲故事给儿子听。年轻人不想婚不愿生，身为过来人，钟怡君说这些原本也不在他的愿望清单上。在年轻的时候还没生小孩之前，我本来对于未来的想象就不是说一定要有小孩这件事情，两个人在一起很开心，相处很好，就好像也不一定要结婚。现在年轻人已经渐渐的不会那么的能够被长辈掌控，就是我决定不生，我生一个就好，就算你再怎么说也是不会被，对，就是觉得有生一个有交差了事就好。养小孩，父母得牺牲时间，奉献金钱，但面对意外的惊喜，杨光伟和钟怡君并不后悔最重要的决定，因为孩子的每个不经意，悄悄改变了他们对人生的想法。重新认识生命吧，陪伴小孩一直长大，还会遇到很多问题，那这个问题就会回馈到我的心里，就会觉得哦，好像跟着他又重新成长了一次。就是你的工作，你的付出好像有了目标。对，棒。你如果说在工作上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你回到家之后，你看到他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一切都值得。对。